你还好吗？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那个坏女人没有拿你怎么样吧？啊，伤口也消失了，不错不错，我就知道你会没事。嘿，你看，我还提前给你准备了一桌大餐呢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啊，竟然有这么多好吃的！谢谢你，帕塔。那我不客气了。没事，原本就是特地准备给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呀？哦，你已经恢复和史琳的联系了吗？所以你的记忆也都恢复啦？这个……你说你在学会看见了自己的过去，而且还经历过时潮，那你岂不是一觉睡了50年？简单来说就是如此。不可思议，这么讲，你岂不是60、70岁的高龄了？保养的真好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哦，天赋异禀，再加上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方法。干嘛用这么吓人的说法？哎，你的名字叫初对吧？你还记得我？记得，虽然迷迷糊糊的，但这一路发生的事我都看着呢。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，帕塔。这个真好吃，我能再要一份吗？旁边老爹，麻烦再帮我们上一份蜂蜜面包。不过确实，你的样子和那时完全看不出变化。送灵者的寿命比一般人长，看着比同龄人年轻也正常。但像你这么极端的，还真没听过。皇家学会的会长塞涅卡不就是这样吗？人家是很特别的孤立啦，那可是高塔之上的魔女，我又没从你身上发现什么特异之处。唯一的可能是你的力量使然吧？啊，我吗？虽然你不清楚自己的力量，但那个杰诺尔说过，你是能够阻止时潮的灵体，肯定有什么特殊之处。我相信初是超级潜力股。你们这么讲，我还怪不好意思的。既然想起来过去的事了，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们商量过了，目前恢复的记忆只有一小部分，我们还是想回西影村看看。就算过去很久了，但那里还是关系到我们过去的唯一线索。而且杰诺尔说过，时潮是被日食会策划的，那个面具人没有找到，时潮就有再发生的可能。所以你们打算回西影村，既寻找失去的记忆，也调查时潮和那个日食会的事。那些在时潮中遇难的，都是照顾过我的人，我不想让他们白白牺牲，更不想看到时潮重演。沉睡了50年，一醒来就带着时潮的关键情报，你们的事迹和那个预言中的归还者还真像呢。据我所知，沉木峡谷在大陆的最北端，那里人烟罕至，连最勇敢的探险家也没有去过。更为麻烦的是，最近石化区问题严重，众灵院在北部设了边卡，没有通关许可，你们是过不去的。我们可是为了调查时潮成因去的，不能给我们行个方便吗？没你想的这么简单，毕竟50年过去了，虽然小规模的实灾没停过，但除了学会的预言，大家都不觉得第2次时潮会来。你们去的话，8成会被当成骗子吧？怎么这样？不过我有个朋友，或许能帮你们搞到通关许可。真的？那帕塔，你方便带我们去见他吗？方便啊，不如说他也想见你们很久了，只是他可能有个忙要你们帮他。帮忙？啊，我也讲不清楚，具体就等见了面，让他自己告诉你吧。他住在这附近吗？不远，只是我们见他得避人耳目，不能光明正大的去。黄昏到迪纳萨庄园有条暗道相通，事先说好啊，里面有一点点窄，通过的时候你们要跟紧我。
居然这么神秘。那你说的暗道在哪里呀？哼哼，你们跟我来吧。小心别摔到自己。走路看着些路。嘿咻，到了，休伊特，我按约定把人带来了。为什么出口是个壁炉啊？而且，这不还是在洛伦城里吗？好高雅的房子，这是你朋友的家吗？高雅？不，真是大错特错，谬以千里了。啊？名家挂画、真皮沙发、金饰家具，这些不过是花点钱，任谁都可以买来的俗物。哪怕能让外人第一眼发出赞叹，但只有久居于此的人才知道，每天对着这样不变的风景，内心是多么的枯燥乏味。真正让这间陋室焕发生机，摆脱些许俗气的，不是别的，正是两位贵客的到来。帕皮里亚，掌声欢迎我的挚友们来到迪纳萨庄园。哈，谢谢你。上来就又是贵客又是挚友的，哪有贵客是从壁炉里进来的？实在是抱歉，只是如今的洛伦城，各方都有派人盯着我，为了和你们安全见面，只能出此下策了。但请放心，一时的权宜改变不了我休伊特对二位的诚意。你好像早就知道我们会来。怎么，帕塔没有跟你们说吗？啊，那个情况复杂，我还没来得及讲。无妨，也怪我一时心潮澎湃，竟失了礼节。那就让我正式自我介绍下，在下乃迪纳萨庄园家主，洛伦知名银行家、慈善家、演说家、收藏家，以及洛伦众灵院西岳派首席休伊特。3、4、5、6，6个，好厉害！竟然有这么多头衔，念起来都不喘气。会念这种台词的人，一般都会自己对着镜子练很多遍的。休伊特，约定的我都办到了，细节没透露，来的时候也没被人注意到。你答应我的事呢？放心，说好的委托费1分不会少的。那是起码的，我们谈好的不止委托费吧？啊，明白。你父母的下落，我也会派更多人调查的。帕塔，你们说的委托费是？其实是这个人拜托我，要带一个身份清白、没在洛伦登记过的送灵者来见他。这么难为人的要求，我找了好久都没收获，直到路过灵吉峡地时遇见了你。原来你是要用它换好处费啊！这个严格来讲不能算好处费，只是介绍费而已。
其实我早就发现你有事瞒着我了。什么？你早就发现了？怎么可能？没事的，我知道，但我都理解。所以，清早的时候，你都在忍着我。你一开始就发现我别有所图，却还是信任我，愿意跟着我来到这里。我相信你不只是为了钱。虽然最开始接近你是有目的的，但这一段时间接触下来，我也是真心想帮你的。我真的觉得你是个大好人，还是帮你赚到委托费的大好人哟。好了，我知道的。没有你，我确实拿不到这笔钱。我愿意把80%都分给你，而且他是西岳派首席的事情可不假。你们需要通关许可，找他帮忙就很合适呀。修伊特，你可别让他们做太危险的事哦。人我代表了，其他的你自己解释吧。我先溜了。站住！等一下！跑得真快。什么叫我自己解释？全甩给我了吗？唉，好了，说吧。不要像审犯人一样看着我嘛。这样吧，想必你们也困惑诸多，不如由你们来问我，在下一定知无不言。这是修伊特自己吗？原来真有人会在房间里挂这么大的本人画像啊！我听说有名望的人会用这种方式彰显自己的地位，只是这张脸是不是跟本人有些出入啊？看起来比起真实，他更在乎自己的相貌是否好看呢。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？哼，帕皮里亚不是心情不好，他这人就是这样，性格腼腆，不愿做张扬的事，是吧，帕皮里亚？哦，他刚刚是不是对你咂嘴了？没事，这是他表达认可的方式。两位警官与少爷商量钥匙就好，不必在意我。看来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呢。这头长着翅膀的狮子是？他从头到尾都没抬眼过，睡得好香呢。他叫义师，是与我签订契约的使灵。这家伙胃口很大，睁眼的时候便是要进食了。敌人、野兽，甚至其他灵体，都可以成为他的盘中餐。那他还是别醒来好了。
两位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帕塔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帕塔是猎团的成员，他们这类人没有稳定的收入，除了寻宝外，也会接受各类委托。你们可以把我看作他的雇主。所以他一路上这么热情，都是因为你让他骗我们进城见你。喂喂喂，这么扣帽子不太好。委托的内容是带来一位没在洛伦城登记过的送灵者，不能告知所谓何事，必须走暗道前来，避免被人发现。至于怎么找目标，具体的手段和方法，都是帕塔判断的。为什么要搞这么神秘？我托你们帮忙的事需要保密，绝不能让人发现你们与我的联系，否则也不必大费周章的找生面孔。至于这受骗，没关系，如果你们气不过，我有帕塔的联络方式和住址，大可以找个日子帮你们约他出来。要是动起手来，我肯定帮你们好好教训他。变脸这么快，你们不是一伙的吗？我和他的雇佣关系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我有求于你们，你们才是我托付身家性命的挚友。你为什么要在墙上挂自己的画像？如何？这是我请洛伦最有名的画家画的，只要稍一仰头，就能看见本少爷俊雅的脸庞。我还想把它做成海报，全城分发，到时候选民们看到我的英姿，肯定会心悦神怡，自然也会支持西岳派了。他说话的样子，就像只神气活现的孔雀一样。但要获得选民的支持，应该要展示自己的方针计划，而不是这样的偏门吧。你找我来，有什么目的？刚才介绍过，本人是众灵院西岳派首席，保障洛伦公民的利益和安全是我的职责。花这么大功夫请帕塔带你们来，是如今洛伦时局动荡，危机将至，我忧国如家，需要人助我一臂之力。可我们也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帮你？唉，看来我的热情并没有传递给两位。我听帕塔说，你们想要通过北境的通关许可，对吧？你能帮忙弄到吗？西岳派和烈阳派以前是众灵院并列的两大派，弄来一份通关许可，对我休伊特来说不算难事。只可惜，如今西岳派示威，烈阳派的一群奸佞把持了众灵院，由我出面替你申请通关许可，一定会被他们设计阻挠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换句话说，只要打破烈阳派把持众灵院的局面，拿到通关许可就很轻松了。这也是我请你们来的原因。你到底想让我们帮什么？不是我故意卖关子，只是我还有2点顾虑。第一，此事牵扯诸多，你们一旦知情就没法置身事外了，所以告知前还请你们想清楚。该不会我们反悔就要被灭口吧？说笑了，哪儿会啊？不过是要请两位在我家大鱼大肉，等到我将事情办妥而已。通关文件对我们很重要，只要不是恶事，我们都会尽力帮。很好，用人不疑，我相信你。那么第2点，一旦我们确定合作，我也等于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两位了。一旦你们有不测，我肯定不能独善其身。所以在合作前，我们最好对彼此的实力有所了解。了解实力？你想怎么做？我们都是送灵者，不妨就用最简单的方法，简单切磋一下，如何？
要帮的事需要战斗吗？为什么要检测实力？是有这个需要，但你放心，并非要你对付什么强敌。怎么，你有顾虑？不，没什么。那么，我可以用其他办法证明我的实力。哦，你想怎么证明？怎么了？我还在期待你的证明方式呢。没什么，我忽然觉得比试也挺好的，正好能活动活动筋骨。那么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小时候跟随家庭教师学过一点枪术。我们典当这房间的玩意儿花了不少价钱，发生磕碰我还是会心疼的。我们换个地方比试吧。在这里切磋，就不用担心弄坏我的珍宝了。夕阳落照，余晖，虚妄，一家碎裂。开一击，我们一起一定可以做到。金与光的轨迹，再次汇集。整天都是开会辩论，你们还有愧疚托付的。阁下的实力令人佩服，是我输了。抱歉，我好像下手重了。没关系，一点小伤罢了。多亏这样，我才清楚了你的实力。这样我的顾虑就都解决了，终于可以将要托付的事告知两位了。简而言之就是，我需要你们去当间谍。间谍？我得到情报，烈阳派联合卫戍军团正在谋划一个可能会危害到洛伦根基的行动。我需要一位强大的送灵者帮我调查他们，让你们尽量和我撇清关系，秘密联络，为的也是这个。是去神木林地讨伐领主达芙涅吗？看来你已经有所耳闻。我们听说领主达芙涅已经堕化，讨伐他也是为了洛伦城的安全吧？他们的说辞是要一劳永逸地解决神木林地的石化，但这件事没有表面上简单。军团大肆招兵买马，扩张自己的势力，等兵权在握，消灭了达芙涅后，他们就会成为洛伦城内最不可控的一股势力。烈阳派此前想通过众灵院的决议改制，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所以他们才转头和卫戍军团合作。你是说他们会借军团的力量强迫洛伦改制？只要拥有足够强势的军队，想做什么都没人拦得住，包括夺占更大的权力。可
可是烈阳派已经很有权势了吧？一路上尽听到他们欺负人的事，反而是你这个西岳派首席，连弄张通关许可也困难。你知道吗？在10年前的那件事前，烈阳派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派系，连如今的西岳派都不如。虽然他们如今是洛伦的执政者了，但时局变幻，谁知道下一个10年会怎样呢？只要众灵院的制度不改，权力就没有永远稳固的一天。你有直接证据吗？我安排了人在烈阳派为我刺探情报，能确定他们谋划逼迫众灵院改制的事已经酝酿很久，现在只缺民众的支持了。这才是他们迫不及待想讨伐达芙涅的原因。至于实据，我还没有。这也是我想拜托你们的事。我想让你们报名参加对达芙涅的讨伐军，找到他们企图兵变、颠覆众灵院的实证，这样我就能向众灵院揭穿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你是在烈阳派内没有进展，转而想看军团内部有没有机会？正是如此。我也不瞒你，此前我派去调查军团的探子，很多已经没了音信。这件事的凶险程度非同一般。如何？听了这些，你还愿意帮我吗？你想借此铲除你在众灵院的敌人？我不否认，将烈阳派赶下台，接手众灵院的就会是西岳派。我本人是最大受益者，但如今烈阳派当权，民力凋敝，每天都在发生欺行霸市的事。抛开各种利弊不谈，要挽回这颓势，做得比烈阳派那伙人好，我还是有信心的。我愿意帮你。好，是个爽快的人。放心，事成之日，通关文书我一定双手奉上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我也会支持你的。我们计划怎么开始第一步吧。修伊特，那个卫戍军团的招兵很严格吗？他们每天中午都会在军营举行招兵选拔，但以你们送灵者的身份和实力，入选肯定没问题。对了，这些你们拿着。哼，为什么突然给我们钱？我们不是为了钱才答应帮你的。你误会了，这些是给你们的经费。我相信你们的实力，但现在军团形势复杂，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能用钱解决，自然最省事。当然，使用与否由你们自己判断。就算有剩，也不用还我了。这么说来，感觉光有钱还不够。啊，当卧底可是风险很大的，到时候有钱都花不出去。那你们还想要什么帮助？只要你们开口，我都会尽力替你们办妥。有没有好用的武器？我想多备一把。既然你这么提了，那寻常的武器我肯定不好拿出来献丑了。这是我的家传之剑，虽然谈不上削铁如泥，但胜在顺手轻盈，就赠予你了。好漂亮的剑，那我们就不客气的收下啦。另外，因为我们的关系不能被人察觉，所以你们离开的时候，麻烦还是得从……你就不能把这条暗道修得宽敞点吗？
卷进了一桩麻烦事呢。为了得到通关许可，也没别的办法了。修一特既然说自己是西岳派的首席，那就是烈阳派之外最厉害的人物吧？有他帮忙的话，要通过边卡应该不成问题。有点困了，我们先休息吧，等养足精力，明天去招兵的地方看看。